这里这个，pick 这个月啊，哇，你马上就吃了。大家好，这里是阳光新西兰。我的这棵 raspberry 啊，从春天开始结，一直结到夏天，然后现在深秋了，还在不停的结果。孩子们呢都非常的开心。我是怎样做的呢？让他们一直结果的呢？这其中啊，剪枝呢就非常的关键。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剪枝方面的一些经验。现在我们看一幅图哈，这个图里面先看那个初年茎 Primocane， 指的是春天发出来的新的枝芽。这种新的枝芽呢，春天不会开花结果，它会在深秋会开花结果。我指的是在奥克兰新西兰奥克兰附近的这个气候。还有呢，就是你普遍的在市面上买到的 raspberry 一般都是这个品种的。然后那个 Floricane 花果枝呢，指的是初年茎的第2年，等于是去年的初年茎。然后呢，它在去年的秋天的时候呢，已经结了1次果了，然后到第2年的春天夏天呢，又开始结果，等于它已经结了2次果了。然后它结完果之后呢，就不会再结了，所以我们是要把它剪掉的。然后下面呢，看到 sucker 西枝就是这1年它会不断的发出来一些，其实是初年茎根据它的这个粗细吧，你可以适当的保留一些尽量保留粗一点的，细一点呢，你就可以把它去掉了，会吸收根的营养的。然后我们看根部它是繁殖是从根这么散播出去，这样繁殖的，所以它蔓延性就非常的强。我把 raspberry 呢种在我做的这个花坛里面，是因为之前种在地里的时候它的根到处乱窜非常多的工作量吧，你要一直修根，然后种在这里面呢，它就比较好控制一些吧。然后我们来剪枝这一枝呢就是已经开花结果过2次的老的花果枝，它是不会再开花结果了，它会慢慢死掉，所以呢就要把它剪掉。秋冬剪枝的时候呢，就把这一类枝剪掉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嫩绿色的和浅褐色的呢，就是当年的初年茎和花果枝起码都能再结果1次到2次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保留的。听上去呢可能比较混乱，这么简单的说吧，就是一颗枝它从嫩芽发出来之后呢，它会结2次。第1次呢是在它发出芽来的那一年的秋天，第2次呢就是隔年的春夏就这么2次结果，结完了呢它就不会再结果了，就需要修掉了。这一颗呢其实是 sucker， 就是那种细根但是你也可以保留了。像我呢就没有要求这么高我就把它剪短一些就可以了。你看它中间的这些芽呢，就是会开花了，明年呢春天呢就会结果了，春夏的时候等于它是根发出来的。你可以把它剪短所有的花果枝还有这种初年茎你都可以把它剪短一些但是呢，你如果想让它结果呢，你必须要保留这些枝，所以这些枝呢都是要保留的。其实从颜色就很好分辨了，你像这颗已经死的花果枝呢，因为它已经死了，它颜色变得更深，它是这个颜色的，深褐色的。然后旁边的呢这个嫩绿的当然是初年茎比较嫩绿。然后今年的花果枝呢就是浅褐色的比较好分辨了。所以说这一枝如果已经开花结果2次了这种枝干呢它自己呢就会死掉了。你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这个 raspberry 呢，它自己呢是没有支撑性的，你需要给它搭架子。我呢就利用了旁边的这棵一棵芦荟吧，来给它支撑，因为后面嘛被我的百香果给霸占了，没法往后搭，只能往前搭，而且搭到前面来呢，孩子们也容易采摘就这么吊挂着呀，让孩子们特别容易摘到。很多人家里呢比较讲究一点，给它搭架子然后像这样的架子是比较普遍的，这样从两边呢都可以够到。还有的人搭了防虫网总之呢，这个水果呢是非常容易的可以盆栽，只要修剪的方法对了呀，它能从春天一直结果结到秋天，带给孩子源源不断的快乐。